媳妇给他的儿子张拿铁开了一次纯中文的家长会，开席岁。上个礼拜，张拿铁老同志经过了为期8个月的艰苦学习、认真探索，终于从托儿所毕业，升入了严肃认真的幼儿园小班，也迎来了人生第一次家长会。收到通知的时候，我已经出差了。然后张拿铁去这幼儿园呢，就我们小区这幼儿园，他没有外国孩子，也没有外国家长，我就怕他作为唯一一个外国人，他啥也听不懂，我就想让我爸去。大胖友说不，我完全没问题，自己就去了。他去了之后吧，我爸还是不放心。20分钟之后，我爸偷偷也去了。到了幼儿园，来的没有父母，全是爷爷奶奶、姥姥姥爷。大胖媳妇待了20分钟，一群老头老太太围着他。大胖媳妇觉得自己已经完全融入了这个中国学生家长的群体。结果旁边老大爷说：“这他们学校总算请了个白外教。”白外教。我爸到的时候，白外教正跟老头老太太们唠呢，因为白外教不知道自己是白外教啊。老头说：“你是老师啊？”大胖媳妇说：“让你猜到了。”因为大胖媳妇确实是人民大学指导博士生学术论文的英语老师，所以就产生了一些驴唇不对马嘴的误会。人老头问他：“那你的学生英语好不好啊？”大胖媳妇说：“我对他们的要求不只是英语好，他们要用英语写论文，成为科学家。我的学生以后都是博士。”老太说：“哎呀妈，这外教挺会说话。”他老伴说：“我觉得这外教有点吹牛。”给我爸气的，回家就跟我告状。我爸说人旁边有个孩子，姥爷问他说：“哎，那你来这儿之前在哪儿啊？”下午人家的人问你是从哪儿来的，你怎么说的了？我说兰州拉面，兰州拉面。对，就知道吃。除了兰州拉面事件，我爸还继续告状，说人家老师说了，这个学期开始啊，我们开设了4个课外兴趣班，信息都已经发在家长群里了，有编程，有美术，有游泳，有街舞，家长们也可以接龙。我爸就问大胖媳妇：“你想给拿铁学哪个呀？”大胖媳妇反问我爸：“那我能学接龙，谁学街舞啊？接龙听着多酷啊！接龙，接龙。”等我回家还拿手机跟我说呢。你看这个家长群，这个接龙就是最受欢迎的兴趣班。你看老师一打接龙，底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全是报名的。我没看别人报别的，全报接龙。我爸说他本来就听不懂，还不认真听，净打岔。人老师说家长要配合老师培养孩子自主。大胖媳妇说今晚我也想吃排骨。人老师说准备好，孩子可能有2年的叛逆期。大胖媳妇说再好吃也不能2年都吃大盘鸡。如此不认真，还偷偷在手机上刷月饼。人还没回来，先吃上月饼。他这老外眼里，中秋就代表着月饼聚餐。我说中秋是团圆的节日，这月饼也代表着对亲友的思念祝福。月饼我早在抖音商城中秋团圆季备齐了，立减叠券，团圆珍贵，好礼不贵，我们幸福过中秋。从家长会出来，那感觉就是我爸和张拿铁给中间这个大胖差等生开了个家长会。你这汉语是一点也没学呀。刚才老师说2、3岁的孩子叛逆期，脾气大，你听的是啥呀2岁的孩子，一个大，一个大。拉倒吧！我说过多少回了，脾气大是啥意思？脾气大是啥意思？你那耳朵是出气儿呀？出气的。我认识的外国人就比汉语最差。我着急，我为了谁呀？我为了谁呀？你看你现在给你儿子开家长会，你这汉语都听不懂，你学汉语，你给我学的吗？给我学的吗？拿起来。哎呀，我说这网红的钱呢，还真不能都赚，还是得有点良心。我老公上个月植发了，当时我们去做手术的时候呢，那个植发机构的领导不在，然后我们回家呢就发了一个视频。我吧怕观众以为我们打广告，我就把这个机构的 logo 全给打码了。视频发出去，他们领导发现了，立马跟他的下属说：“那这么大的网红来咱们店做植发，你们还不想点营销策略？赶紧联系他们。”然后他们团队就找我们了，说：“哎呀，这大胖媳妇在我们店植发，我们感到非常的荣幸。你看你们后续能不能再发2个她植发的视频，然后别打码，把我们品牌大大方方露出来，我们付广告费。”我当时吧有点不太敢接，我知道医生确实是尽力了，但到底啥效果咱也不知道啊。但是我同事就跟大胖媳妇说了，大胖媳妇当时乐的脸都变形了。在我们眼里吧没多大事儿，在他眼中老大事儿了。他认为这是他接的第一个明星代言，而且这个代言费他认为跟我张彩玲无关，他理应私吞，给他乐的整个加拿大西海岸全知道了。然后1周过去了，2周过去了，我爸的股票都涨了，他的头发并没有。找我们做广告的人吧也一直在观测我们的短视频，观测了3周之后，人家不提花钱做广告的事儿了。我猜他们现在也想花钱，但不是花钱让我把品牌露出来，而是花钱让我把品牌打码，最好盖得死死的。大胖媳妇就着急了，她说：“我觉得这植发效果挺好啊，我一共就这些毛囊可以用，那谁还能给我植成刘欢老师啊？可能大家还是没仔细看，为了推动代言，我得努力让大家关注到我的植发效果。”于是到了铁岭，他就勾引所有人看他头发，从而夸他，还让我录。我们跟我姥吃饭，大胖媳妇就把帽子脱了，说：“姥姥看我的植发。”我姥说：“啥叫植发呀？”我说：“就是把秃顶的地方盖上。”我姥说：“啊，挺好，他该植，啥时候去呀？啥时候去呀？”大胖媳妇上火，躺那说：“哎，咋还不找我代言呢？等啥呢？”我都不忍心伤害他，告诉他实情。我说：“你先睡觉，别上火，睡不好那头发能长吗？”我就买了雅朵星球深睡被 Pro 双层的，控温又排湿。我怕冷，他爱出汗，正好完美解决。不用被套，贴肤软和，脏了拉链一拉，机洗烘干，换季也不愁。大胖媳妇脑袋能不能发芽不知道，睡觉应该是没毛病了。大胖媳妇认为这些有头发的人一定看不懂植发的效果，于是她走向了铁岭老公园，那里的男人懂她。到了老公园，她钻到老头堆里就脱帽。哎呦我的妈！
导致老头寻就开始传。公园西北角来了个老外，见人就脱帽，这么有礼貌，是不是一个传教士啊？然后有个老大爷问他，你是哪国的？他说加拿大。这个老头就冲另一个老头说，我知道是谁了，来那人是大山，上完春晚能吃了。听话的老头耳背，跟下一个老头说，来那个人能吃，昨晚把大山吃了，大山吃了。大胖媳妇说，就没有一个人有植发经历的吗？他就问我爷，这里有植发人吗？这有没有植发人？这有没有植发人？植物人头往边上看。在这人没了。终于碰见一个老头，非常友好。大胖媳妇冲他脱帽，他根本不知道大胖媳妇在干啥，反正看老外脱，他也随一个。大胖媳妇说，我四面都不错，就剩中间这一寸了。大爷说，巧了，我也就剩中间这一寸了，咱俩你说说，凹凸互补。大爷问大胖媳妇，你这咋整的呀？大胖媳妇说，我直的发呀，你咋整的？大爷说，我随我爸呀，我随我爸呀。我老公要去人民大学做一个演讲，在家狂背中国古诗词，那古诗词让他背的呀，我求你一定看到最后，俺家阿姨都让他气辞职了。他呢是被邀请去一个关于中西方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心的成立仪式，本来呢人家就是邀请他去参加这么个仪式，但是他领导给他打了个电话，说很可能啊会问到你，那你就发个言，讲两句，你呢重视一下，准备一下。其实人领导也知道他汉语不好，压根就不需要他说多复杂的话，但是他自己呢想表现，就是要表现他也是对中国古典文学充满好奇，乐于探索的。我这边工作呢，他来我公司找我，就非得让我帮他准备。我说那中国古典文学你得从四大名著说起吧，那四大名著都有啥呀？他说孩子有的小猴子，什么玩意儿？还有什么？我才明白是《西游记》。我说还有啥？他说还有那个天心找不到我，别人就是教训。到这儿四大名著在我心里我已经彻底放弃了。我说要不然就这样，你整个讲话你用英文说，你话说完了你加两句中文，这样就能表达你的诚意了。他说那你就教我两句在这个场合非常合适的中国古诗词，我背一下。但是这个时候他已经还有一天准备时间就要讲话了，所以他心里非常紧张。他越紧张他越听不清我说的啥，他在不知道啥意思。哎呀妈，给我们气的呀！莫愁前路无知己，不知前路无知己，路漫漫其修远兮，路漫漫其修远兮。吾将上下而求索。我在上下找厕所。他还在精心准备要去参加活动的衣服，一边裁衣服一边还背词儿呢。我心里想，怎么能让他放弃呢？就别背了，就穿的立立正正去，一句话别说，是他最好的出路。你看，别管什么衣服，俺家新换的石头洗烘一体机 HEL 都不在话下，自研的分子筛烘干，先吸水后低温柔烘，烘完就可以直接穿。还有这台迷你洗衣机 M1 Peer， 内外分开洗更卫生，两台加起来只要4000加。最后我啥也不教他了，我说你就到那就别说话。他还挺难受，我找俺家阿姨去了。俺家阿姨说，你要是学那古诗词，那我也不懂。但如果你就想表现你了解中国文化，那你就跟你同事跟你领导没事唠唠属相啥的，这不是很中国文化吗？一般老外也不懂。大胖媳妇一听，对呀，就非让我家阿姨现场教他怎么开启这个聊属相的话题，他好赶紧学。但是第二天早上他要上台演讲去了，他就剩几个小时学了，越是剩几个小时他越紧张，他越紧张他越学不会。今天也不知道咋的了，教了10分钟，俺家阿姨给我发了一个视频，说踩人我不干了。我让你老婆看看你学的怎么样。OK。你领导属什么maybe tiger。你可以跟他说，我属老鼠，你属虎。我是老鼠，草是虎。老虎，老虎。你属虎。我是老鼠，你是猴。你是虎，老虎。我是老鼠，你是猴。 No， 老虎。老虎啊！你们老板有没有问你属相？你属老鼠，谁属狗？我是老鼠，谁是狗？我属老鼠，谁属狗？我是老鼠，谁是狗？我属老鼠，你属虎，谁属狗？我是老鼠，你是老虎，谁是狗？我属老鼠，你属虎，谁属狗？我是老鼠，你是猴，谁是狗？这谁教的会呀？我可教不了他，我可教不了他。